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超能力者，真实存在的。我知道，像蝙蝠侠那种超能力很强这样。不是说有钱那种，我也想。What are your superpowers again? I'm rich. I'm rich. 我说那种就是不像电影里面那种，就是说会喷火或者时间暂停之类，但是也比较常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世界中。那第一种叫做共感，它也叫做联觉。听这个名字可能就能猜到，它是一种跟感官有关系的一种能力或者说症状。患有共感症的人，他一般来说是会有2个或者以上的感官交织在了一起。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话就叫做连带色觉，就是比如说当他听到声音或者说看到数字，那他眼前就会同时浮现出带有颜色的云团。就当这个人听到一连串的钢琴声音的时候，不同的音符都会给他就是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就像烟花那样，它的质量或者说颜色、大小、时间、持续的时间都是会根据他听到的声音不同。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靠听到的声音就可以给他带来视觉上的感觉，看到就是说颜色上的不同，所以他们对音乐的敏锐程度以及记忆方面要比我们一般人强非常多。就是有双倍的这个加持。对，因为当你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完全说只靠说一个感官去记，你得同时用多个感官去记，那么你对它的记忆程度就会加深很多。还有一些共感甚至是跟味觉有关系的，就比如说你听到一个词汇，你就会有吃到这个东西的味觉体验。这个不是说比如说你听到炸鸡你就会想到炸鸡味，而是一些完全不相关的单词。比如说当你听到像是电影办公室，你可能就会想到这些单词给你带来的一种可乐或者草莓的味道。那这个有点牛逼啊！那我要是能找到一些能够触发山珍海味的那些味道的话，那我就不用出去外面吃饭，天天在家里就听这些词，我就可以大鱼大肉。对，也可以大鱼大肉，对。但是你实际上你饱腹感是并未被满足的，你只是舌头上有这么一个感觉。对，我就吃白饭，然后听这些词就行了。可以。共感症呢，目前研究上推测是在幼儿期脑内的神经细胞刚刚形成的时候，不同感官之间串线了，才导致了这么一个症状。据抽查，全世界大概只有 2% 到 4% 的人有这么一个联觉的反应。2% 的话那也不少了，现在差不多70亿，2%也1亿多了。对，是蛮多的。每认识100个人可能就有一个了。对，可能不止。镜反射触觉联觉症，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共感症的其中一种，但是因为非常特别，所以说我们就单独说一下。这个的话，全世界大概就只有 1.5% 到 2% 的人有这么一个能力。这个症状呢是说，当你看到或者听到所有的感受，你都会在你的身上重现出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感受。就是说，当有这个症状的人看到或者听到他人被打、被骂，甚至死亡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有这种可能要当场去世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感同身受。这个能力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非常快速的了解到其他人的心里在想什么事情，就类似心电感应那样。而且这个能力也不局限于说只是对人，对动物也是有效果的。就曾经有个患者，他找过医生，跟医生说自己的后腿很疼，那医生给他做了检查，但是发现没有任何的伤口。后来他们发现他的家里面养了一只猫，那只猫的后腿受了伤，然后他们把这只猫从他的家里带走之后直接痊愈了。就推测有这个能力的人，他主要是因为自己的脑内的镜像神经非常的活跃，才导致了这么一个症状。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伤敌为零，然后自损一枪。也不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包括情感也是可以重现的，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开心快乐这些感觉也都会在你身上进行体验。所以就是不完全说就只是一个坏的方面，因为毕竟可能开心的事情会比悲伤的事情要多一点吧。那他就没办法去医院工作了，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病人，你不得那个对，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患者，他其实就是医生。他小时候他就以为说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都会有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那直到后来他跟别人提起过后，他才就是发现就说原来自己的这个是比较特殊的。那每一个跟他接触过的患者都会觉得他非常的体贴耐心，即使患者没有直接跟他说，但他自己也能直接就先帮患者说出来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疼之类的，就因为我自己也能感受得到。就很神奇，就心灵感应那样。对，就社交上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累，因为一个比较多的人的情况下，他得同时体验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感觉、情感之类的，这些都会有。
那他做外科手术怎么办？对，所以说他们就是说，甚至他看到手术台上有人死亡或者说大出血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疼痛难耐，甚至得直接跑去厕所，就说给自己冷静一下，告诉自己没有死，自己没有死，这样。对，就很夸张。那镜像神经之所以存在，那主要是为了就是帮我们学习观察他人，因为我们人类是群居动物，所以说我们得时刻就是说了解到和他人之间是怎么相处的。当你看到别人在做任何动作或者行为的时候，你的脑海内的镜像神经就会有反应，那这样就是说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说，他这个人要这样做，那我也应该学他这样做。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能力的人，他可以说是学习他人行为的天才，同时同理心爆棚，因为他时刻都在体验着他人的痛苦。回声定位，据统计呢，世界上大概有4000万到5000万的盲人，其中大概只有10个人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回声定位，就类似蝙蝠和海豚那一种，发出声音后根据回音来判断自己周围的情况，包括自己面前有没有障碍物，东西的距离自己的远近。其中呢有一个人就非常有名，叫做 Ben Underwood， 他呢3岁的时候因为眼疾而被移除了眼睛，所以说他从那之后就一直都是看不见的状态。他在5岁的时候教会了自己这么一项技能，就是回声定位。那他教会自己这个技能后，他基本上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了，就是他可以骑车，在外面骑车、溜冰，甚至打游戏。就盲人。对，就完全就是盲人。就如果说你见到他，他没跟你讲，你完全不会相信说你眼前这个是盲人，因为他甚至走路都不需要靠那个拐杖的，就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如果有车过来他也可以直接让开。那他可以考驾照吗？这个我不知道开车应该是不行的吧，车的那个速度比较快一点，他反正走路和骑车是可以的。溜冰也可以。就有点像那个低配版的那个夜魔侠。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周围的情况嘛，就听到周围的情况就不会看到。对，甚至包括很小的物品他也可以在家里面找得到。那有点厉害。对啊，而且打游戏就是只靠音效、声音、背景音乐来打游戏，你就看着他在那边没有眼睛，但是就在那边打游戏，就很神奇。对，接下来这个能力就更稀有了，叫做超忆症。全球范围内经过认证的大概只有60到80人有这么一个能力，也就是说1亿个人里面可能只有1个人有这么一个能力。第一个被诊断出有这么一个能力的人呢，是在2006年一个叫做 Joe Price 的人，当时是那个 UCI 的人去做的考察，就发现这个人过目不忘，就是所有事情他从他小时候有记忆开始，所有的事情他都记得。当你问他某某年某某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告诉你说那一天是星期几，那一天的天气状况，包括他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所有他知道的那些事情他都会记得。这个技能很方便。对，真的很方便，因为你都考试就翻一下书就可以了，直接去考。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记忆从来不是什么模糊的事情，而是像一叠一叠的光盘录好后，你要找到这一天的时候，你只要把光盘放进去，点击播放，你就可以知道当天发生的全部事情了。他们的记忆构造就和我们普通人的完全不一样，可以说他们的存在推翻了我们对记忆这一个学科目前已有的这些理论。我们甚至连1周以前吃过什么都不会记得，因为这些记忆对我们来说完全没什么用，但对于他们来说，记忆没有分轻和重，所有记忆都是一样的。有点像那个神探夏洛克那个 MyPalex 那样，就想要有点像，但是不完全一样，因为记忆宫殿那个东西它是靠后天学习的，但这一个它是先天性的。就如果你靠学习的话，你也可以学习记忆宫殿，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但是他们这一个超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不过这么一个能力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所有的事情都记得，也就代表他们不会遗忘。一旦他们在过去有过不好的体验或者经历，像是亲人去世，那这一份情感和记忆都会一直留在他们脑海里面，不断的循环，没办法放下。